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T 椅子風波真相未明，徐凱與譚松韻事件全復盤，疑似偷拍視頻如何掀起輿論狂潮。近日，一段名為徐凱訓斥譚松韻後踢椅子的視頻在海外平台 YouTube 迅速傳播，引發大量討論。視頻標題聳動，配合踢椅子訓斥現場失控等字眼，迅速點燃了網友的好奇心，也將演員徐凱與譚松韻推上輿論風口浪尖。然而，在流量狂飆的背後，真相究竟如何？這是一起真實發生的衝突，還是被過度剪輯、二次解讀的娛樂話題？本文將從事件起源、傳播路徑、雙方形象、輿論分化以及行業生態等多個角度，全面梳理這場踢椅子風波。從目前流傳的視頻內容來看，所謂踢椅子的畫面並不完整，也缺乏清晰的時間、地點說明。視頻多為二次剪輯版本，背景配以誇張字幕與解說，強調情緒失控、當眾訓斥等戲劇化元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視頻並未出現清晰的對話音軌，無官方節目或劇組名稱標注，無第三方權威媒體進行現場確認。也就是說，這段視頻並非來自正式節目完整片段，而更像是偷拍視頻或片場片段的二次加工。正是這種信息殘缺，為後續的輿論發酵埋下了伏筆。這場風波之所以迅速擴大，與兩位當事人的公眾形象密不可分。徐凱情緒標籤被反覆放大，近年來，徐凱屢次因情緒外放成為話題中心，曾被拍到在公共場合對違拍粉絲語氣嚴厲，網絡流傳其脾氣直不善應付私生的評價。同時也有大量粉絲強調他反感越界行為並非針對個人。在這種輿論基礎上，踢椅子發火等關鍵詞很容易被直接套用到他身上，形成既定印象的強化。譚松韻親和力形象下的被帶入者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，譚松韻長期以來以溫和低調、高情商少緋聞著稱，因此在視頻傳播過程中，他自然被部分網友帶入被指責的一方、受委屈的一方，即便視頻中並無明確指向。這正是娛樂輿論中典型的形象先行，事實滯後。隨着視頻點擊量攀升，輿論迅速分裂成幾大陣營。觀點一：徐凱情緒管理失當。部分網友認為，無論發生什麼，公開場合踢椅子都是不專業的表現。雙引號，如果真的是對同事發火，那就是職場霸凌。雙引號，明星應該為公眾情緒負責，不該用肢體動作宣洩不滿。雙引號，這一派聲音多強調職業素養與公眾責任，認為明星的一舉一動都應受到更高標準的審視。觀點二：偷拍視頻加斷章取義。另一部分網友則態度謹慎，沒有完整視頻，誰知道前因後果？雙引號，偷拍視頻本身就不道德，怎麼還好意思審判？雙引號，現在自媒體為了流量，什麼標題都敢寫。雙引號，他們認為這更像是一次被剪輯放大的誤會，而非事實本身的問題。觀點三：粉圈對立的情緒投射。不可忽視的是，一些討論已經偏離事件本身，將事件升級為性格黑點、翻舊賬、拼接過往言行，對演員本人進行人身攻擊。這種情況並不少見，也是娛樂輿論中最具破壞性的部分。截至目前，徐凱方面未發布正式聲明，譚松韻團隊亦未回應，劇組、平台均保持沉默。這種冷處理策略在業內並不罕見，原因可能包括事件真實性存疑、視頻來源不明、不值得放大、回應反而可能助推熱度、
但沉默本身也會被解讀成不同含義，這正是輿論場的複雜之處。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一個老問題：娛樂產業對偷拍視頻的縱容與失控。拍攝者無需承擔成本，剪輯者通過誇張標題獲取流量，當事人卻要承擔形象風險。在流量至上的算法環境中，真相往往不是最重要的。與其說這是一次踢椅子事件，不如說它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公眾對明星的情緒投射，暴露了娛樂內容傳播的失序，也提醒人們，我們是否正在用碎片信息審判完整的人。隨着事件持續發酵，評論區逐漸從討論事實演變為情緒宣洩場。通過整理多個平台的高讚留言，可以清晰看到3種截然不同的輿論走向：行為及問題派，公眾人物不該失控。這類網友往往立場鮮明，強調職業規範，不管有沒有偷拍視頻，踢椅子這種動作本身就很不體面。雙引號，演員也是普通打工人，在職場裡發脾氣就是不專業。雙引號，如果是普通人早就被領導批評了，明星憑什麼被原諒？雙引號，這部分聲音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大眾對明星去光環化的期待。既然享受高收入與曝光，就該接受更嚴格的道德審視。請給真相一點時間派拒絕輿論審判，另一派網友則表現得相對克制，連完整視頻都沒有就開始定性，太可怕了。雙引號，偷拍視頻本身就違法，為什麼沒人譴責偷拍視頻的人？雙引號，自媒體斷章取義，網友卻替他們完成審判。雙引號，他們認為比起討論踢沒踢椅子，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被操縱後的群體判斷失真。粉圈對立派立場先於事實。不可回避的是，一部分評論已經完全脫離事件本身。有人翻出徐凱過往情緒瞬間反覆剪輯，有人借機拉踩演員資源、番位、流量，甚至出現站隊式攻擊與人身指責。這種現象並非個案，而是當下娛樂輿論的常態事件，只是導火索，真正燃燒的是長期積累的情緒與對立。回顧徐凱近年的輿論軌跡，可以發現他正在被一種固定敘事包圍：脾氣不好，情緒外露，不夠圓滑。然而，從業內人士角度來看，這種標籤並不完全公平。有劇組工作人員匿名表示，他對工作要求嚴格，但並非針對個人，更不存在霸凌行為。雙引號，也有粉絲指出，他反感的是越界拍攝，而不是某一個人。雙引號，在娛樂工業中，情緒穩定往往被視為美德，但過度要求明星情緒完美，本身是否也是一種不現實的期待？值得玩味的是，儘管視頻中並無直接畫面指向譚松韻，但大量網友仍然迅速完成了角色分配，這與他長期建立的公眾形象密切相關。溫柔，沒有攻擊性，情緒管理成熟，幾乎零負面新聞。這種形象在平時是優勢，但在爭議中也容易讓他被動情帶入，成為輿論故事中的被保護對象。事實上，截至目前，譚松韻本人並未表態，也無任何證據表明他捲入衝突。他的沉默或許恰恰是一種成熟的職業選擇。本次事件中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標題黨與剪輯權利。不少傳播賬號採用了高度情緒化的表述，現場失控，當眾訓斥，怒踢椅子，但內容本身卻無法支撐這些定性。在算法推薦機制下，情緒越激烈傳播越快，真相越複雜越容易被忽略。這也讓普通觀眾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輿論放大器的一部分。從更宏觀的角度看，這場風波折射的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：明星被要求真實，又被要求完美。
被鼓勵表達，卻不能失控。在高強度工作、輿論壓力、隱私被侵犯的環境下，任何情緒波動都會被無限放大。問題不在於該不該有情緒，而在於我們是否允許公眾人物作為人存在。從以往經驗判斷，若無新證據出現，熱度將自然回落，官方大概率繼續冷處理，輿論焦點很快被下一個話題取代。但對當事人而言，形象影響可能長期存在，標籤化風險依然殘留。這也是娛樂輿論最殘酷的一點，澄清往往跑不過第一印象。結語：真相之外，保持克制。截至目前，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徐凱迅是譚松韻兩人發生正面衝突，或存在職場不當行為。在事實未明之前，任何結論都只是推測。或許比站隊更重要的是等待與克制。你怎麼看這場風波？是情緒失控，還是輿論誤傷？歡迎理性討論。